大师导演李翰祥说过，虽然我拍了不少的清宫历史片，但我追求的不是电影，而是生活。也就是说，我念念不忘的就是真实这2个字。在华语影坛中，李翰祥拍的清宫剧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，特别是他拍的清宫3部曲，至今仍是无法逾越的巅峰。这3部分别是《火烧圆明园》、《垂帘听政》、《一代妖后》。起初李翰祥只计划拍1部，可在他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，又请教了多位清史专家，最后参照原剧本重新构思，亲自动笔，经过日夜奋战写出了7万多字的剧本，于是就决定分成3部来拍。为了力求真实，片中的事件和人物尽可能在历史的发生地来拍摄。3部电影分别在故宫、颐和园、承德避暑山庄、圆明园、天坛、清东陵等地方实地取景，这也是故宫首次开放给电影拍摄，一些道具呢甚至就是文物。在拍摄第1部的时候，由于圆明园大部分远景已经被破坏，当时的特效技术也不发达，所以剧组就耗资64万人民币，实打实的搭建了一个反真的圆明园，在电影结尾时真的一把大火将其烧掉。这些真材实料的镜头效果远远比今天的抠图特效好得太多。3部电影除了在取景上达到真实外，在细节上也非常考究。在拍摄前2部时，李翰祥专门请来了故宫清史专家朱家靖担任顾问，对电影的坐卧起行礼仪、服饰、登基大典、出殡仪式进行指导，让这些雍容大气的场面得以较为真实地展现在观众面前。当然也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，顾问朱家靖就说过，像垂帘听政中同治皇帝登基时，有2大队骑兵直接跑进门，到太和殿仍然骑在马上，这是不符合当时的制度的。还有太和殿门前的9龙曲柄盖，按照礼仪应该等皇帝升座时才能支起来，这个盖的作用主要是提醒全体大臣皇帝开始升座了。然而在实际拍摄中，9龙曲柄盖一直都是支起来的，这些细节朱家靖在拍摄前都交代过，但因为场面太大，很多人都是没有受过训练的临时演员，调度起来并不容易。电影能在各个方面的细节尽量达到真实，已经是很了不起了。目前在所有的清宫剧中，也只有意大利拍的末代皇帝能与之争锋。第3部《一代妖后》则更多展现了慈禧的个人生活，比如沐浴、更衣、泡脚的细节，同时请来相声宗师侯宝林作为民俗顾问，较好地还原了老北京城的民俗风貌，比如街上有拉洋片的、算卦的、剃头的、数来宝的，还有喷火砸尸、吞宝剑的。在今天的大多数影视剧中，已经很难看到这些民间技艺。然后说一下演员方面，前2部的咸丰皇帝都有梁家辉饰演，但是梁家辉还只是一个无名小辈。之所以让他来饰演咸丰皇帝，是因为他和历史上的咸丰皇帝长相比较相似。在片中，梁家辉的演技可谓非常细腻和精确，尤其是在垂帘听政中，他因为纵欲过度导致身体非常虚弱，盗汗时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动以及抽搐都演绎得非常到位，很好地诠释出了咸丰皇帝的那种病态。看得出来，梁家辉是全身心地投入进了这个角色。最后，他凭借此片成为了香港金像奖最年轻的影帝。而后来的皇帝专业户张铁林，但是在这部电影中只能担任一个配角，丽妃则由周杰扮演。片中丽妃被慈禧残忍夺去手脚后，放到了一个大缸里。拍摄的时候是周杰使出了自己舞蹈演员的特长，把身子卷缩起来，双手并紧，脚尖下蹬，纹丝不动的才憋在了坛子里。第3部中的同治皇帝由陈道明饰演，巩俐也在这一部中饰演了一名宫女。在这3部大咖云集的电影中，他们2位的表现只能说是中规中矩，不如梁家辉和刘晓庆那么出彩。在这3部电影中，慈禧太后都有刘晓庆饰演。其实一开始李翰祥是要找林青霞来演，因为根据清宫档案的照片，林青霞的外貌和慈禧是比较接近的。我特地找来了当年美国画家卡尔为慈禧太后画的像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从轮廓和脸型上，2人确实有几分相似。不过由于慈禧是个阴险恶毒的反面角色，如果林青霞来饰演的话，会打破她在观众心目中的玉女形象，所以最终还是决定让刘晓庆来饰演。在慈禧所有的扮演者中，我比较认可的一个是卢燕，一个就是刘晓庆。在李翰祥的清宫3部曲中，他的神态诠释出了慈禧那深沉的心机，眼神举止把慈禧的阴狠毒辣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在这3部中，演技跟随剧情有一个逐渐的变化，分别展现了慈禧不同的一面，有充满野心的一面，有天真无奈的一面，也有阴险毒辣的一面。刘晓庆之所以会成为慈禧专业户，
我想就是因为他对这个角色演绎得非常立体。另外，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，因为内地演员的伙食是由合拍公司负责的，所以每顿都是2个馒头加咸菜。但香港演员是由李汉祥的公司来负责，开饭的时候每人1辆餐车，鸡鸭鱼肉样样都有。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，刘晓庆当场就哭了起来。后来是香港演员赶紧把肉拿来给他吃。在剧情方面，李汉祥首先查阅了大量的清史资料，然后将正史和野史传闻以及个人的想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。电影毕竟是文艺创作，不是纪录片，能在不瞎编乱造的同时又不让观众感觉到枯燥，能在文艺创作和真实历史之间取得一个平衡，这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。3部分别是以慈禧的视角来展开故事。第一部是慈禧进宫后开始斗争，博得了咸丰的欢心，然后以此展开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一历史事件。第二部是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后，慈禧和恭亲王合谋杀掉了托孤大臣，然后成功上位，获得了实际的权力。第3部是同治皇帝身染脏病死后，慈禧将慈安太后杀掉，然后登上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宝座。这3部建议连着一起看，3部电影在场面、剧情、演员等方面都是顶尖水平。其实一部好的电影离不开各个环节和人员的配合，但导演真的是最重要的，因为选择权和决定权都在他的手里。可以说什么样的导演就拍出什么样的电影来。李汉祥的清宫剧之所以能拍得这么好，是因为他是一个深谙传统古典文化的导演，尤其是在美术方面曾师从徐悲鸿。从电影的色彩、道具的布局都可以看出来他有较高的艺术品味。他的电影总有一种深厚的文化气息，不像今天的一些古装剧，感觉就是一群文盲拍的，虽然实际情况并不是。最后引用一句李汉祥的话，我所追求的不是导演李汉祥，而是他对电影的态度。也就是说，我念念不忘的是艺术这2个字。